大家好，我是吴艺欣。这个单元呢的主题是化妆。那其实化妆呢，大家好像觉得没什么，但其实化妆背后也有非常多的学问。那我们这个单元呢，主要是讲日治时期的，就是日本呢怎么传进新的这个西洋的化妆术，然后到殖民地台湾来。那在那个进入单元之前呢，就是想要先问同学们几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都常说女为悦己者容嘛，哈，也是想请同学思考一下哈，为什么人要化妆呢？好，是为了什么呢？那请问助教配业，为什么人要化妆呢？又漂亮啊！又漂亮，那为什么就是要漂亮呢？看着心情好。哦，看着心情好。那我再继续请问配业，你都是什么时候化妆呢？出门就化妆。出门就化妆，那你化妆是有什么目的吗？为了漂亮？那我是要给人看呢，还是自己看了心情好？自己看了心情好。自己看了心情好。那你没有化妆的时候就觉得心情不好吗？觉得没自信。觉得没自信啊。一般想到化妆就是想到说，就是我上个眼影啊，涂个口红啊什么。但是其实我们今天会讲到化妆，它是包含整个层面的，从清洁保养，然后到修饰。那你的化妆品都在哪里购买呢？美妆的店。美妆的店。好，那再问你，像老师啊都没有化妆，你觉得是不是不符合礼仪？没有。你就觉得是没有吗？还是可以说真心话？没有啦。没有。对，好，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都会讲到哈，就是说包括化妆品要去哪里买呀，怎么买，用什么，其实都是在日治时期呢都就是因为化妆品公司要让大家养成用这些化妆品的习惯所以都有用心计来安排的。好，那我们先讲，就是那个化妆，以早期的那个化妆，传统的化妆呢，跟我们现在的化妆又不太一样了哈。那传统的化妆呢，尤其是在中国啊，或者是日本呢，他们很多时候呢，妇女的化妆呢是要区别阶级、年龄、身份和婚姻状况的。好，就是说，你是几岁了，你就应该穿什么衣服，你的发型就是应该怎样，你的妆容就必须要如何。好，那当然也会有阶级哈，你是什么阶，就随着时代不同，也有说你是什么阶级，你就必须要怎样的装扮。那通常呢，就是会化浓妆的哈，就会一般是那个艺妓啦哈，或者是那个游女哈，他们会就是化浓妆哈，吸引这个客人。那所以也往往这些职业的人，他们就是会变成是传统社会里面的时尚达人因为这是比较不一样的。那现代呢，到了现代以后呢，现代的美容跟化妆的文化呢，就变得比较不一样了。它变成是代表了有品味，还有时尚。那还有就是你拥有消费能力或者是你有很进步的这个观念。那化妆的这个化妆文化现代化，就发生在1920年代到30年代的这个殖民地台湾那因为在日本统治台湾以后，一开始呢，他就是很强调卫生嘛，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定要怎么样要有一个进步现代化的都市啊，就是然后公共身体呀、国民身体，那就一定要有卫生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要现代化，就一定要讲究科学。好，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的身体观就要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是要非常健康有活力的。那我们在各种单元里面都有分享过啦，包括怎么那个身体体操啊，要怎么做啦，然后或者是说要穿什么样衣服啊，才能够展现身体的线条跟以前的不一样。那这边就变成是化妆那化妆会又跟传统的化妆要强调你的年龄阶级什么又不太不一样。虽然呢，它还是有一种要强调阶级的出来但是它变成是比较重视你的这个那个化妆要怎么样呈现健康自然感这样子。那特别还有一个进步感，那在当时的进步感就是非常的洋风就欧美风所以他们就是以那个西洋的人做借鉴来做他们的化妆。好，那还有另外一个化妆现代化，就变成是说那个化妆品。还有就化妆品就变得越来越多了可能以前的人只有几个步骤而已，然后到现代化，它就越来越多的那个化妆品你要包括你早上起来就要化妆水，然后就要乳液什么，就很多道。那还有道具
哦，你要画眉毛的时候要什么道具，然后你是那个要把它上色的时候要什么道具哈，所以变成道具也非常的繁琐。当然还有化妆方式哈，所以现在化妆已经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哈，所以有很多学系是特别哈，就是美容科啊、化妆科哈，那也非常多的这个有名的化妆达人哈、化妆大师啊，这就是化妆的现代化，跟以前在闺房里面然后或者请丫鬟什么来化哈，会比较不一样。好，那在这个化妆在那个1920年代、30年代会这么的开始普及跟盛行呢？除了就是刚刚讲的，就是殖民统治啊，然后带来要新的观念、新的习惯、新的身体观之外呢，工业革命之后呢，就变成是说，这些化妆品都可以用化工技术大量的生产。那你要大量生产，你就必须要仰赖大量的消费哈，所以就是那个会有。就是那个就必须要大量消费呢，就必须要大量的行销哈，就变成很那个，造成了那个很多，譬如说资生堂，它是日本当时非常有名哈，一直到现在都非常有名的化妆公司哈，它就是在当时也是非常影响力很大的一个化妆品公司，它会透过很多的这个广告。然后广告，然后来告诉，甚至他会自己会开一些讲座然后告诉大家说，怎么化妆啊，然后塑造一个说，你化妆了你就晋升贵妇的这个行列这样子一个形象。好，那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说化妆品公司呢，他们会就是在广告上面会用很多的广告，然后用科学的包装用告诉说，我们是用最新的科技然后研发出这些产品那这些产品就包括有我们一般讲的就是保养品啊，然后化妆品啊，还有香水啊，或者是洗发精啊就是种种的，就是关于让你的身体就是更加干净更加就是美丽的这些附加品那除了他们就是有这些广告，然后告诉你说就是这些是非常科学之外呢，他也会把这些就把它包装成你如果用了这些化妆品，然后你就是变成是非常最时尚最潮的这个人所以他们就用慢慢的用这个广告，然后让大家去接受这些新的化妆，然后我需要买这项化妆品。那除了这些广告之外呢，在那个当时有很多妇人的团体，尤其像台湾非常重要有爱国妇人会等等的那这些妇人团体呢，就是他们有官太太啊有什么医生的太太啊，他们也会聚在一起，然后就是分享美容新知就那现在哪里又出了什么化妆品，然后你今天这个那个粉底非常不错他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分享化妆新知的一个场域。百货公司出现以后，因为百货公司的主要客群就变成是女性了然后就变成是它里面有几层楼就点缀着男性的商品，然后变成女生是主要客群，然后男生是陪女生去买东西的那这也又是一种财力跟身份地位的象征了那还有就除了百货公司的这些讲座啊，还有它的那个化妆品的贩卖之外呢，那个在当时很多报纸上面也有很多的妇人的那个专栏，那这些妇女的专栏通常会跟家庭的一些或者是幼儿怎么养育啊，家庭怎么维持啊，然后家里的开销要如何精算啊之类的这些讯息放在一起那在这妇女栏里面也通常会介绍很多你该怎么化妆，这个季节要用什么东西的化妆品，种种的新知所以当时是就是化妆也是非常重要，大家就现在应该也是现在很多妇女杂志上也是会不停告诉你现在是秋天到了，秋天应该化什么妆那在当时也已经就是有非常多的这样子的相关的讯息。然后在1932年，也就是刚刚讲百货公司台湾第一家百货公司菊园商行啊，还有就是紧接着成立的这个林百货，他们成立落成的那一年呢，同样的有一个化妆品的专刊叫《台湾化妆品杂货商报》，也在这个时候创刊所以就是已经变成说，大家购买化妆品变成是一种习惯了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出来的这个海报，就是当时在菊园商行，它就有这个化妆法的实演讲习会，那这边都是小少女的这个服装，那你看就是他们日常生活扮演也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变成说化妆也是可以小朋友的游戏的一种
好，那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那化妆品也就变成化妆用品就越来越的繁琐，化妆道具也越来越很多。那为什么呢？它要让你购买嘛。然后所以你看，就我们再看下一张，还有各种不同的就是很多不同的产品。那还有呢，同样的产品它可能有不同的盒子所以连那个化妆品的容器也都要非常的漂亮然后吸引人家去购买。那就是大家就会争相去就是买香水啦，或者是买一个粉底，然后因为它的盒子太漂亮了，那个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就是有那个上流人家的家庭就有一个很好的化妆台，那这个化妆台呢就变成是一个展演的空间大家就到化妆台看到哇，这位太太，你的化妆品也太高级、太美了吧？就变成是这样子的一个竞争那就很像我们现在常会看到广告去，就是到哪个女生家就一定要打开看她的衣柜里面有什么衣服或什么包包一样，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那个连容器也都开始要有很多包装跟设计。还有呢，就是那个从化妆品的广告里面也可以看到，就是化妆品公司他们想要宣扬，就是想要那个让大家就是渗透进民众的这种化妆文化是什么。那也可以看到化妆的这个变迁那我们刚刚有看到说早期的这个化妆品啊，它通常都是用手画图用手绘的这个图，然后里面的这些人就比较就是比较和风、比较东洋的笔触那个就是软软的、柔柔的，然后通常都是比较侧身的就是侧身，不是正眼看你，他大概有点含羞带怯这样子看你然后那个或者是就是有点不好意思啊那个不会说正面挑战你或是什么，可是慢慢演变呢，就演变到本来是手绘的，就开始出现，因为可能也随着写真技术，就摄影技术越来越成熟那所以就很多的这个真人的照片的广告也就出现了那这些真人照片的广告就跟以前那个手绘的比较软软、比较东洋曲线的比较不一样它就变成诉诸比较是健康美然后那个就是那个非常的充满那个什么弹性的这个那个皮肤啊然后还有笑容这样子。我们现在看到这张就是非常资生堂化妆品的广告史上非常经典代表性的一张作品它是资生堂就是要在中国卖嘛，所以他们就找来了当时非常有名的红星李香兰来拍广告。那这张李香兰完全是就是看着海报的观看者，他是用非常挑逗的眼神去看，他甚至是有点攻击性的那所以就变成说，化妆本来是从妇德啊然后好像女为悦己者容啊，慢慢的变成到这个时候，他甚至是有点可以展现自我的那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主要由男性所书写的这个文学里面呢，他们就认为，这种化妆的女人是很恐怖的因为像化妆的女人通常就是在当时比较的，除了贵妇人之外呢，当然还有义达还有职业妇女，那还有女学生那这些在当时呢就是尤其是女学生，就受过高等教育的这些女学生，她们在当时会被称为是新女性。但是呢，在当时的文学里面就出现了很多就是讲这种画口红啊，或者是穿着高跟鞋的女生啊，其实都是玩弄男人的这个很不好的这些就是恶女的这个存在所以当时不只是台湾啦在日本的文学作品里面，或甚至是在上海的这个文学作品里面，我们常常有讲新感觉派里面，他们出现这些化浓妆的女生呢，通常都是非常的这个诱惑的，然后让男人就是死了都还很开心的那一种做鬼也风流的这种女生出现。那我们就之前在别的单元也分享过的徐琼娥的岛都的现代风景，就把高跟鞋、口红、性感的魅力、抛媚眼这些把它跟现代性的灯光、霓虹灯、咖啡厅都放在一起然后变成是非常现代的象征，但是它同时也是非常充满危险性的所以这是新女性跟化妆，就是它既要好像让男人赏心悦目，但是一方面反过来好像也会让男人就是觉得很恐怖的这个存在。那除了之外呢，就他这个化妆呢，除了刚刚讲的是礼仪之外，它甚至也就在后来到后期，它变成更是一个享受了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图，也是当时非常有名的陈静
这个女画家她画的化妆。那这个就你看她上流的贵妇人在这个非常高雅的这个屏风还有他们的梳妆台，他们梳妆台上面放着最新的就是化妆品，然后两个在那边那个就是梳妆打扮它变成是一种享受了所以就在化妆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有的是为了是礼仪或是什么，但慢慢还变成是可能是闺房中的一种享受了。好，那最后呢，就是刚刚讲了日治时期的这些就是这些化妆，那他们就从日本呢引进了这些欧风的这些那个化妆的方式啊，还有化妆的习惯。但是呢，它里面因为毕竟它是透过日本的传销，所以它还是有一些日本的东洋的色彩在里面。那还有呢，就是当时不管是怎么样，上海的那个影响对台湾来说都是非常重，所以上海的这些那个就是最崭新的这些化妆品呢，也是会影响到台湾的哈。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两张图，一个是台北2016年台北的春季国际美容化妆品展，它是用西洋人洋人的这个跟花的这个一个那个化妆。但是到了秋季，我们看到同一年的秋季就是我们最近刚讲完的，它变成是有点那个就是用那个东方的脸孔，然后旁边很多花朵那就看看同学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漂亮呢？然后想想看为什么呢？是什么让你这样子想就是我们哪一个比较柔美呢？还有哪一个觉得比较有侵略性呢？或者是说大家现在如果称赞你，比如说佩叶，我称赞你说哇，佩叶你今天好台湾哦，你的妆好台湾哦，你会不会很开心呢？好，那如果我称赞哇，你今天超韩国的你的心情又怎么样？或者是说你今天非常的日本风哦，心情又如何呢？所以那大家就是想想，那是什么造成你们这样的想法？如果人家跟我说你今天好台湾哦，我可能会很开心对，也不知道但是是什么造成你这样子其实后面有很多的也是一样，有很多的这个政治角力在里面那这是化妆从那个被现代的化妆文化背后，它有充满了这样子阶级的、民主的还有很多性别的一些学问在里面。好，那我们今天的单元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